你知道争论将近30年的代理孕母法案有可能会在今年通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代理孕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5月中，卫福部预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预计呢要有条件的开放代理孕母，引发了舆论争议。其实早在30年前，台湾在研议人工生殖法草案的时候，就讨论过代孕合法化的议题，但因为争议太大，我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通过。因此，这一次修法消息一出呢，有不少有需求的人就激动地表示，终于等到这一天，认为这是台湾落实生育平权的一大里程碑，可以帮助到许多想要生小孩却无法怀孕的人。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声浪，认为代孕合法化呢，等于是开放人口买卖，并且会导致弱势女性被迫沦为生育机器。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来聊聊代孕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执行，为什么争议会这么大？那这次的修法又打算怎么修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常在捷运、超商或是公司门口遇到卡片太多、感应不良的状况吗？快来试试 0.9 Pocket 口袋证件套。0.9 Pocket 口袋证件套轻薄短小，重量只有36克，采用台湾专利技术，不管是门禁卡、交通卡还是信用卡，都能够完美的双面感应。中间的磁扣口袋好收好拿，不只可以放钞票、名片，还能够再放更多的卡片，感应不受干扰。而且它还提供抗水机能、经典真皮2种材质，以及直式跟横式2种款式，满足各种职业的需求，以及丰富多元的穿搭风格，好看又好用。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产品资讯卡，到嘖嘖享受限时57折优惠，输入小小77还能够再折77元哦。顾名思义，代孕呢，就是指代替别人怀孕，也就是呢无法自己怀胎生子的家庭去委托第三人帮忙怀孕、分娩、产下孩子的过程。而这个被委托的第三人，也就是所谓的代理孕母。而现在普遍都是所谓的妊娠代孕，也就是用这个试管婴儿技术，让委托人夫妇或者是呢他人捐赠的精卵先在体外结合，然后直接把胚胎植入孕母的子宫，因此呢孕母跟孩子不会有血缘关系。但由于需要用到先进的生殖医学技术，所以花费也很昂贵。放眼全球，一次代孕呢都是台币100万起跳，在美国呢更可能是高达500-600万元。但目前全球至少有33个国家开放合法代孕，规定各有不同，但可以粗略的分成2大类型。首先是商业代孕，包含了像是乌克兰、俄罗斯还有美国一部分的州都有开放这种代孕。那商业代孕顾名思义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代孕。委托人通常是付钱请中介机构帮忙媒合孕母。那开始代孕之后，委托人除了要负担孕母代孕期间医疗、保险、照护、交通等等的必要支出，也要另外付薪水给孕母。那至于第二种利他代孕呢，则是跟商业代孕相反。孕母呢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而是要无偿代孕。通常法律会明文的规定，委托人呢在必要支出以外，不能够再给孕母额外的报酬。因此，利他代孕模式之下，中介机构通常是非营利组织，孕母也常常是委托人的亲友。那目前呢，包含了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泰国等等，都是只有开放这种利他代孕。那台湾现在的状况呢？台湾现行的人工生殖法当中，虽然没有正面的禁止代理孕母，但有明确的限制人工生殖的受诉对象，只能够是所谓的不孕夫妻，也就是无法自然怀孕的异性恋配偶。因此呢，让代理孕母接受人工生殖会是违法的，最高呢会被处以50万元的罚锾，医师也会被移付惩戒。不过长期以来台湾社会一直有呼吁代孕合法化的声音。他们表示呢，有些女性是因为子宫问题或者其他身体状况而无法承受怀孕的过程。此外，男同性伴侣呢，也基于先天的限制无法自己怀孕。那在目前的法规限制之下呢，他们就都无法用人工生殖的方式拥有自己的小孩。因此，有人呼吁应该要开放代孕，让所有人都能够有生育后代的权利。此外呢，也有人提到，由于代孕的需求在台湾无法解决，因此很多台湾人呢会到海外委托代孕，而在缺乏完整资讯，台湾政府也无法监管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发生问题。比如报道者调查呢就发现，之前有些台湾人透过中介到乌克兰委托代孕，却因为遇到了不良业者，或是过程当中爆发纠纷，导致生下来的孩子无法入籍台湾，成为国际孤儿。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去东南亚，或直接在台湾透过地下管道找非法代孕。那这样子无论是委托人孕母或是婴儿都无法受到任何的保障。
所以就有人认为呢，与其这个样子，还不如把代孕制度化，更能够保障当事人。但其实过去政府也曾经试图要修法开放代孕，只是最后都因为争议太高而告吹。那到底代孕有什么样子的争议？为什么很多人强烈反对呢？由于反对代孕的原因有很多的面向，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会分别介绍3个比较常见的论述。首先，最常被提到的一个论点呢，是认为代孕是一种人口贩卖。这种论点认为在商业代孕的模式之下呢，婴儿等于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命。那他们的权益可能就会在代孕的过程当中被忽视跟践踏。有人就举例，在美国、乌克兰等等有开放商业代孕的国家，都多次传出有委托人在代孕的过程当中中途反悔，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后要求退货。比如呢，前几年中国女明星郑爽就被爆出去美国委托代孕，结果因为跟男友分手就反悔不想生，但因为孩子7个月大了不能够堕胎，还有提出说要弃养小孩。而之前疫情期间呢，也有人因为经济状况受冲击，无法继续的负担代孕费用，要求孕母堕胎，甚至还有委托人呢，因为发现了婴儿有先天疾病或者其他缺陷，就直接拒养，更要求孕母退费。因此有许多人就表示不应该为了不孕者的权利就去牺牲这些婴儿的权利，尤其婴儿根本无法替自己发声，是最脆弱、最容易受伤害的族群，所以应该呢把他们的权益放在第一优先去考量。那除了人口买卖的问题之外呢，另外一个常见论点是认为代孕的本质是中上阶级对于弱势女性的剥削。这派的论点认为呢，开放代孕只是让有钱人可以合法的花钱使用穷人的子宫，把生小孩的辛苦跟风险都转嫁到穷人身上。首先，他们指出，不管是商业还是利他代孕，基本上花费呢都是100万台币起跳，所以开放代孕根本无法让所有不孕的人都获得帮助，而是只有够有钱的人能够受益。同时，由于怀孕辛苦又危险加上代孕呢要动手术，风险还比一般的孕妇更高，所以会去当这个孕母的人呢，很多都是生活贫困的弱势女性。实际资料也显示呢，在美国等等有开放商业代孕的国家，有很高比例的代理孕母是经济弱势。因此，有人就认为这种迫于经济压力而做出的选择，并不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同时，他们也强调，这些弱势的孕母呢，往往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导致他们只能够任凭委托者跟中介宰制自己的人身自由，甚至遭到了严重的拐骗还有剥削。报道就指出，有欧洲子宫之称的乌克兰呢，多次传出了有中介业者严格的监管孕母的食衣住行，而且如果违反规定或是流产，甚至还会拒绝支付孕母报酬。最后第3个常见论点呢，则是从性别出发，认为代孕是在物化女性。这个论点认为呢，代孕这件事情就是在彻底的物化女性，把女人当成是孵蛋机，把女人的这个身体呢当成是可以随意租借的工具。他们认为只因为生理女性有子宫，就让他们去提供纯粹的生育劳动，就是把女性当作是一个孕育胎儿的容器而已，剥夺了女性生而为人的尊严跟价值。尤其社会上面本来就还存在认为女生的价值就是生小孩的传统观念，那开放代孕呢，就等于是在进一步的巩固这种观念，加强社会上面的性别不平等，甚至也可能影响到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看法。同时呢，很多人也强调，像这样子开放贩卖或出借女性的生育能力，就在合法化这个剥夺女性身体自主权的行为，使得孕母沦为现代孕奴。因为呢，无论在商业代孕或者是利他代孕当中呢，孕母往往都会为了避免纠纷或是碍于人情压力，而尽可能的配合委托人的要求。比如之前有位英国的孕母就分享，她怀着助人的心情，无偿替朋友当孕母，但却非常的后悔，因为自从胚胎植入之后呢，2位准家长就开始试图限制监控她的生活，完全不尊重她的身体自主权。那当然，除了这些论点之外呢，有很多其他的论点比如认为支持代孕者所谓的这个争取生育权，只是把自己用另外一个方法绑进强调血缘的传统封建制度里面。毕竟真的很想要小孩的话，明明可以用收养就好，一味的要求开放代孕来生育自己的亲骨肉，就是受到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观念影响。那么开放代孕也同样会加强这种血缘至上的过时观念。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反对论点的部分呢，我们就先简单介绍到这里。那话说回来，看了这么多反对的原因，究竟目前的草案是怎么样改的？有没有回应到这些问题呢？卫福部5月中公布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呢，涵盖的面向很广，也包含了一些跟代孕无关的条文。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针对代孕的部分来介绍。
首先有针对婴儿商品化还有阶级剥削的疑虑呢，目前草案明定只开放无偿的利他代孕，禁止孕母收受报酬，而且呢一人终身只能够代孕一次，防止女性以代孕为生。而委托人呢，要在主管机关规定的金额之内提供孕母营养费啊、医疗保险、心理咨商、产后护理等等的必要支出。另外，草案也限定可以委托代孕的只有生理上无法怀孕的台湾籍配偶，包含了不孕的异性夫妻、男同性伴侣以及双方都无法怀孕的女同志伴侣。此外，为了预防代孕弃养的问题呢，也禁止中途终止契约。而至于孕母权益保障的部分呢，则是规定孕母年龄呢要在20岁到40岁之间，经过完整的身心社会状况评估，来保障孕母的身心健康。另外也规定双方契约当中必须要保障孕母的隐私，以及在健康身体相关事项上面的自主权等等。那在草案公告之后呢，就看到有些支持者表示，这份草案只预计开放非商业的利他代孕模式，而且针对委托人的限制，还有对于孕母的保障，相对呢其他开放代孕的国家也算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面已经回应处理了反对者提出的担忧。有人表示，像这样子由台湾政府直接规范有需求的人，就不用跑去找海外商业代孕，甚至找非法代孕，这样子反而才能够真正的保障到孕母跟婴儿。不过还是有不少人质疑，现在草案当中的配套措施并不够完备，那就可能被人钻漏洞。前阵子呢，有一篇媒体投书就表示，草案当中虽然规定代理孕母不能够拿薪酬，但是会经手代孕事宜的咨询、医疗等等机构啊，还有人员，却照样可以收费。这样等于是只有孕母是利他，但对于其他的相关人士来说，代孕这件事情本身依然有利可图，那就还是可能让代孕呢被商业化，甚至形成产业链。此外，也有人担心执法量能不足的话呢，法律有限制也是白搭。比如泰国虽然禁止商业代孕但是地下跨国代孕产业还是很蓬勃。另外，也有人认为，就算真的能够做到100%利他代孕，就算呢这个法律条文有保障，但孕母还是有可能会在人情压力等等的因素之下，被迫交出身体自主权，接受委托人的各种要求。那面对这些意见呢，卫福部则表示目前的草案是基于社会上面同时存在需求跟反对的声音，而先试着研拟出来的版本。对于到底要不要通过，他们没有特定的立场。而以程序上面来说，这份草案呢还是要经过行政院内部讨论修订，才会送到立法院审议，所以后续要怎么样发展，可能还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了。在研究这次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议题牵扯到层次呢，比想象当中还要复杂很多。表面上面似乎只是要不要开放这个技术来帮助某些族群，背后呢却涉及到了许多伦理、社会层面的议题。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都只能够简单的带过而已，所以欢迎大家留言补充，或是到资讯栏呢去看更多的延伸资料那话说回来根据我们的观察，目前支持跟反对开放代孕的意见非常两极。那么觉得呢，两边所要争取的权利虽然都很重要，值得被重视，但确实可能有着根本上面的冲突。因为以目前的医疗技术来说，想要争取不孕者的生育权，真的就只能够透过代孕来解决。但如果开放代孕，无论法条怎么样预防，也确实不可能100%保证不会发生侵害婴儿人权啊、剥削弱势或是剥夺女性自主权等等的状况。那在这种种的矛盾之下呢，似乎就使得两边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不过我们觉得或许可以先回归到这次修法的争议，从法律的层面来思考。法律是约束众人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而现在代孕这件事情显然还没有达到社会共识，所以我们觉得有更多的讨论是非常好的事情，包含重新去审视双方的论点，去思考禁止和开放代孕分别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那这也可能包括要更多的参考讨论国外的案例，也要综合判断跨国代孕产业跟国人委托海外代孕的现况等等。那当然这个过程一定很不容易，甚至可能讨论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取得社会共识。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呢，如果凡事都要等到社会有共识才往下，那社会可能很难进步。但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讨论过程还是很重要的。甚至乐观一点来看呢，或许借由这种互相激荡集思广益，可以想出新的法律手段或是政策工具，来同时的保障到双方的诉求吧。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你支持台湾代孕合法化吗？ A 支持生育权应该要被保障， B 反对这等于是开放合法人口买卖器官租借， C 不确定要看这个法律是不是真的能够保障孕母婴儿的权利吧。立即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代理孕母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堕胎权以及冻卵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